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燕麦是大家生活中经常吃的食物，营养价值极高，而且有许多不同的制作方法，也是年轻人喜欢的美食，无论怎么搭配都美味可口。李阿姨今年55岁，已经退休在家5年了。前段时间社区检查，她被查出血糖偏高，处于糖尿病前期的阶段。医生嘱咐她日常注意饮食，少吃些会升高血糖的食物。李阿姨一回到家，就让女儿帮她上网搜一搜，什么食物有利于降血糖，然后发现竟然有不少人安利燕麦，称这种粗粮不但能降糖，还能帮助降脂。行动力一向很强的李阿姨赶紧起身，然后去附近的超市买了好几包麦片，每天早起都会冲泡1包。1个月之后，李阿姨再次到小区附近的诊所检查血糖，结果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李阿姨的血糖竟然已经飙升到了8.2摩尔每升，被确诊为糖尿病。我看网上都说燕麦降血糖，为什么我吃了反而升高了呢？李阿姨赶紧问医生，你吃的是哪种燕麦呀？就是超市卖的那种一包包的，可以直接冲泡。医生告诉李阿姨，这种所谓的燕麦其实含大量糖分，吃了之后根本起不到降血糖的作用，燕麦简直就是害人麦吧，导致我都得了糖尿病。李阿姨实在难以接受，当下很多人认为燕麦属于最好的养生佳品，也有人表示吃这个对健康不好。究竟是好是坏，还是要从医生角度评判一下。经常吃燕麦有什么好处吗？关于燕麦，美国 FDA 曾将其认定为功能性食物，有一定的降血糖、降胆固醇作用。此外，燕麦曾入选全球10大健康食物，排名第5，被刊登于美国10大杂志上。一项刊登在免疫学前沿的研究，更是奠定了燕麦的健康地位。该研究纳入210名轻度高胆固醇血症受试者，随机分为2组，一组吃大米，一组吃燕麦，每天的摄入量多为80克。继干预45天之后，研究发现燕麦组受试者的总胆固醇、坏胆固醇指标均显著降低，分别下降 5.7% 和 8.7%， 而大米株仅下降 3.0% 和 3.9%。可见燕麦是一种优质的食材。那燕麦对人体健康到底有什么益处呢？降低胆固醇，每天以燕麦作为主食，可有效降低患三高、心脑血管疾病概率。正是因为燕麦中存在一类去葡萄糖成分，溶于水阻止胆固醇甘油三酯的合成，加速排出体外。2. 阻止血糖升高，燕麦可有效控制体重，减弱血糖上升的速度。不是因为它富丰富膳食纤维，溶于水进入体内吸水后膨胀，让人觉得饱腹感很强，这样降低了其他热量的摄入。3. 预防便秘出现，燕麦含有丰富膳食纤维，可预防便秘。它能促进肠胃蠕动，润肠通便，避免粪便在肠道内囤积，加快毒素排出。4. 减肥，对于早上时间比较紧凑的学生党、上班族来说，燕麦绝对是很好的选择。吃燕麦不仅补充了正常饮食缺失的膳食纤维、微量元素，而且很难长胖。100克燕麦热量仅在60多大卡，所以想要减肥的朋友，吃燕麦有很好的饱腹感，拉大热量。减肥瘦身，燕麦是一种高营养食材，当中富含蛋白质、钙、膳食纤维等物质，
可以摄入很好的补充营养。2. 经常吃燕麦对人体健康有利还是有害呢？据悉，频繁吃燕麦能促进胆固醇水平下降，呵护心血管健康，避免三高疾病出现。但吃多了很可能诱发其他慢性疾病，有需求就有市场。大家都要追求简单方便快捷的生活，市场上有很多速食燕麦，用温水冲泡几分钟就能食用。这种燕麦的含糖量极高，吃多了之后会迅速升高血糖容量，刺激胰岛素分泌，因为它们经过了各种压缩脱水，整体上是纤维结构、营养结构被破坏，淀粉的孵化程度特别高，蛋白质、微量元素降低，导致血糖、血脂下降。特别是年轻人喜爱的下面2种不健康燕麦。1. 水果燕麦，相信没有年轻人会不喜欢水果燕麦，里面有水果、果干、燕麦、坚果，但是为了保证吸引大众，会在其中加入脂肪。虽然燕麦不是油炸制成的，但经过卫生纸休脂轻轻的按压，就会有油渍印在纸张上。这种燕麦并不是低脂食物，不适合减肥人群。水果燕麦的脂肪含量在 20% 左右，甚至随着水果增多或其他配料的变多，热量上升。燕麦冲剂中有大量脂质末反式脂肪酸糖浆，进行热水冲泡，会有非常粘稠的细小糊状物质。这些营养物质被高温破坏后分解，为了谋取暴利，很多散装的燕麦粉，商家会将小麦替换成它，最终导致人们冲泡的是小麦粉或者淀粉，无论身体健康有同样的饱腹感，口感和自我感觉上差了很多。3. 市场上挑选燕麦，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。目前大家在各大电商平台、网络购买平台见过不少的燕麦制品，很容易买到不好的燕麦。燕麦买对了、吃对了，才可能对身体有益。那平时我们购买的时候，应该如何挑选燕麦呢？大家购买纯燕麦的时候，必须要严格查看配料表。1. 看配料表，一定要着重关注燕麦含量，因为它与燕麦产品的营养价值直接相关。一般来说，配料表中如果只有燕麦，说明其属于纯天然燕麦产品，营养价值较高。如果配料表中有白砂糖、麦芽糊精、脂质末等成分，说明其属于加工产品，营养价值较低。2. 看粘稠度，通常情况下，煮熟后的燕麦粘度如果较为粘稠，说明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含量较高，而这种物质含量越高，对健康越有益。对于有降糖、降脂需求的人群，建议选择纯燕麦或燕麦麸皮加工的冲调粉。那这2种燕麦应该怎么吃呢？纯燕麦这种燕麦必须煮，煮法很多，可直接煮粥，也可和大米混合煮，就是在米饭上撒一把燕麦片，注意多加水，因为燕麦片吸水性比较强。还可以熬汤，在熬肉汤、鸡汤时来上小燕麦片，口感更香醇。麦麸也就是燕麦原料被磨掉的那层皮，经研磨之后，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含量可飙升至 25%， 可以用热水冲泡成糊粉食用，对健康有益。大家购买外卖还要查看外包装，尽量不要选择透明包装，这种燕麦容易受潮。当然也要观看外形，长纯燕麦是扁平的完整颗粒，比如细小粉末，这说明整体营养价值保存还算完整，容易被大家转换吸收。很多年轻人将燕麦当作早餐，但是注意荤素搭配、粗细的搭配，
吃燕麦时加入一些别的食材，例如西红柿、黄瓜，促进消化，避免出现便秘，影响了肠胃功能。燕麦能促进心脏血管健康，可以代替主食存在吗？燕麦可以代替主食吗？心脑血管疾病的前身是斑块，斑块形成是高血脂演变而来，而高血脂则是不健康饮食习惯导致。上述内容说，适当吃燕麦能预防心脑血管疾病，那么心脑血管患者能将燕麦代替精细主食吗？完全不可以。虽然说它的效果很好，但里面所含的碳水、营养成分和燕麦结构完全不同，长期吃燕麦会损伤肠胃，导致营养摄入不均，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。而且经常吃燕麦会有厌食的反应，因为天然燕麦口感很差劲，大家无法长期接受这种特殊的口味，导致吃饭不开心，长期以往对身体造成压力。五谷杂粮燕麦称王，可见燕麦的地位。大家平时可适当食用，对健康大有益处。不过一定要学会选择，别买成燕麦零食。过量摄入燕麦零食对健康是很不利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